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喽！每周爆料时间到，彭冠英、张雨健竟然演单改了，演攻的还是张雨健，演受的是彭冠英，真的疯了，太乱了，你们能接受吗？一太一直感觉张雨健、彭冠英都属于圈内有野心但资源有限的那一挂男演员。当初张雨健因为老干部人设小火了一下，彭冠英因为掌中之物的花絮走红了一段时间，尝过红的滋味，两人事业心爆棚，但无奈没遇上机遇，一个人设疲惫，一个让上头打压播出时间，没能趁势而红，两人也只能顺应业内的单改潮流，一起合作单改剧。只是这次两人的人设好像反过来了。原著讲的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缉毒警察谢兰山，因为一次卧底行动被黑帮老大将儿子的心脏植入体内，从此他体内活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缉毒警察，一个是黑帮犯罪成员，而他的身边一直有陪伴他的沈刘飞。要拍成电视剧，那万物皆可兄弟情，谢兰山与沈刘飞只能成为相互守护、相互拯救的好兄弟了。为什么要说这次的单改很可怕呢？要知道彭冠英身高192厘米，而张雨健184厘米的身高在他身边瞬间娇小了很多，正常演攻也应该是彭冠英，但万万没想到这俩人演攻的是张雨健，演受的是彭冠英，攻比受小11厘米，乱了全乱了，这个世界真的疯了。不得不提的就是单改1连1再添一员，明年谁能从单改选秀中脱颖而出，一太还真是有点期待。2. 虞书欣、杨颖暗地使绊。虽然杨颖近2年来经常被唱衰，但再怎么样，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，她的咖位还是摆在那儿的。在外界看来，她是没了资源才会去接那档配置不怎么样又注定不能爆的2次元综艺，也不过是她为了向刚投诚的平台表决心罢了。然而小作精却没点数，真的以为杨颖愿意和他一起合作，是已经沦落没有好资源可选，在圈子里彻底失势的象征。于是在营销上他也放开了手脚，踩着杨颖各种吸血，比如嘲嘲杨颖这种浓颜系美女不够天真可爱，她的嘴比例不够和谐，腿型不好等等。面对小作精的一次比一次过分的挑衅，杨颖人前人后维持着圣母人设，为小作精开脱，说他年轻还不懂事儿，只是挺有野心，本质不坏。当然这些话也是软刀子，别提多给小作精招黑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话一出来就向贵圈释放了两人不和的信号。在杨颖这一通明褒暗贬的话术后，眼下曾经不少跟小作精关系还算不错的小明星，为了不被牵连，也是很迅速的跟他划清了界限。而杨颖这边呢，发现老赖对新流量很有杀伤力之后，也立马安排了自己的团队起底小作精的身世。结果小作精家经不起查，还真被杨颖翻出了点东西。网上爆出的小作精家老赖行为就是杨颖的手笔，如果小作精再不拿出收敛和抱歉的态度，向杨颖正式道歉的话，这些也只不过是前菜。毕竟杨颖手里还有他家人放高利贷的事情，现在隐忍不发，只是希望小作精还有喘口气向他低头的机会。毕竟小作精目前也是平台爱将，杨颖还得看他们的面子留点余地。杨颖上位那也是腥风血雨走过来的，没点手段怎么可能在贵圈纵横这么久？只能说小作精没事招惹他，啃到硬骨头也是活该。3. RYC 最近几乎要团灭了，除了被扒老赖，还有恋情被扒劈腿的。成团2年不到，已经有6位成员公开道歉。龙丹妮这边的确是需要速效救心丸了。他最近这段时间在清查公司艺人的恋爱状况，发现很多小朋友都有了新情况，有的直接是多开副本，有好几个对象的，直接把龙丹妮气得不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员工都是签了保密协定的。至于这几个恋爱出事的爱豆，都会一一受到惩罚，警告的警告，该雪藏几个月的雪藏，还有资源也全部回收。这对一个爱豆型艺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现在热豪的粉丝集体造反，本来龙丹妮就在气头上，粉丝最好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及处分，处分是维持不了多久的，因为挖机现在损失严重，人肯定是要尽快回来赚钱的。今年胡之所以接连翻车，只能怪明年搞男团的平台多，正小公司又有人得罪了资本方，所以胡就被拿来开刀了，不然一个团的人怎么就会这么巧的接连出事呢？
最近 RICE 的整体价值下滑的非常厉害，粉丝脱粉的数量也很大，之前准备的续约现在基本为零了，挖机那边不提前解散都不错了。好在这个圈子底线低，粉丝也都没有什么记忆，只要后续公关的好，艺人也配合公司安静一整，不闹什么幺蛾子，没多久就拉回来了。只是追星这种东西嘛，还是劝各位不要那么真情实感。艺人的人设都是通过大数据分析之后，有专业团队在做的，很多人都跟人设都是360度的大转弯，没有镜头前那么好的。4. 说起谭丽娜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但如果回想当年的一起来看流星雨第2部，你就会想起来，她曾经出演过女二的角色，也就是剧中郑爽的情敌。其实在她当年饰演这部剧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对她的印象就不太好，并不是因为演技太出戏，只是因为她模样太黑，和剧中其他演员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而最近肖战工作室一营业，谭丽娜被记者问哭就上了热搜，热度顶的确实有点巧。虽然这件事情确实是肖战言论失当，但是很明显，谭丽娜是在借用这件事情和肖战目前的热度来进行炒作。主要是谭丽娜新签的经纪公司在营销方面很激进，公司已经打算全面培养谭丽娜了。她现在属于一边卖惨一边踩着赵露思走绿茶女的黑红路线。不过以她说句实话，感觉她也就这样了，签约即巅峰，还是蹭着战歌的热度。10年前的眼泪10年后落下，就是心疼战歌又被薅了一次羊毛。5. 陈立农、李现主演的新电影《赤虎书生》上映后，票房表现平平，预测的总体票房大概在2.5亿左右。但这部剧现在评分很低，早在电影还没有上映的时候，就有不少人打了1星。怎么说呢，也不是被恶意打低分，这个片子没有竞品，2位主演也没有树敌，别人不至于花钱黑他俩。说白了，片子评分低就是质量低，就这么简单。《赤狐书生》这部电影是典型的营销宣传大过于剧情内容。这部电影找了李现和陈立农2位当红流量担当主角，还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戏。导演组卖腐的意图不言而喻，虽然粉丝和官方都一直强调这部戏有女主角哈尼克孜，但早期这部戏可没少蹭单改的热度。不过这部戏本身也是典型的割韭菜电影，主打的观众群体就是2位流量的粉丝，只要粉丝愿意买单，片方就不算亏。之前包揽了金扫帚奖的诛仙还因为粉丝加成有了几亿票房，所以除非这部戏的口碑差到像上海堡垒那样全网潮的地步，不然片方怎么都是稳赚不赔的。赤虎书生的女主哈尼克孜是陈赫手下的新人，曾经翻过车被扒出过小三丑闻，但她翻车之前一直很受陈赫重视，陈赫为了捧她也砸了不少资源。哈尼克孜当时虽然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，但也确实遇上了一些麻烦。陈赫虽然很想当老板捧新人，但他还是一个把自保放在第一位的老狐狸。在后院起火之后，他也第一时间甩锅女方，开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直到最近这件事情的热度下来，他才重新安排对方在圈内活动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C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。C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